龙树良是一位日本的漫画家，从1980年代开始，他就不断经历一种特殊的梦境现象——预知梦。这些梦有的平凡琐碎，涉及日常生活，有的却震撼人心，预示着全球性的重要事件。多年下来，他用笔记录下自己梦境的内容，甚至还用画笔将梦中的景象画成一幅幅草图，整理成一本梦之日记。起初，他并未意识到这些梦有多特殊，直到后来，他发现自己的一些梦真的一一应验了。有些是几天后，有些是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更奇妙的是，他逐渐意识到，这些梦境应验的时间几乎都与数字5有关。5天后、15天后、5年后、15年后，一种规律性的时间循环，仿佛在梦与现实之间运行着。1999年，龙树良终于出版了他的作品集《未来我所见》。这本漫画书中收录了他多年来反复梦见并已实现或尚未实现的重大梦境预言，其中一些已被证实，比如1995年神户大地震、东京某地火灾与烟雾蔓延、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的预兆，这些都在他早期梦境中被描绘了出来。龙树良的漫画书《未来我所见》中共收录了他在1980年至1995年之间所梦见的15个预知梦，每一则都配有插图与边角注解，像一本来自梦境世界的手绘档案。不过这本书在1999年刚出版时并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原因也很简单，已经发生的事儿谁还想看？当时书中所描绘的许多梦境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即将来临的预言，而不是那些已被验证的陈年旧梦。但这一切在2011年3月11日被彻底改写。这一天，东日本大地震与海啸突如其来，吞没了城市，震惊了世界。而就在震后不久，全国掀起了一波对龙树良的疯狂追溯热潮。人们惊讶地发现，在他1999年出版的这本漫画封面上，赫然写着一句话：2011年3月将发生一场大灾难。那一刻，许多日本人脊背发凉。书店里，未来我所见迅速脱销，网友、记者、评论家开始重新审视他曾经画过的梦。果然，书中的多个梦境与现实事件一一对上了。神户地震、某地烟雾火灾、航空事故、水灾与交通瘫痪。人们这才意识到，他并不是一个艺术幻想家，他是一个用梦境记录未来的人。当然，也有一些梦境太琐碎或太模糊，难以判断。但正是这种混合状态，反而让他的梦境更真实、可信。因为全命中的预言者几乎只存在于神话里。那么问题来了，这本在2011年被验证的漫画书，有没有描绘关于2025年的内容？答案是有。而且，那一页的梦境图像正对应了一个海啸、火山与城市崩塌交织的巨大灾难，发生时间正是2025年7月。令人心惊的是，龙树良这位梦境漫画家的预言，最近再次引发了热议与恐慌。为什么？因为在2021年，他重新出版了那本经典漫画《未来我所见》，而这次的版本里多了一则全新的梦境，一则令人毛骨悚然的预知梦。梦中，他看见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爆发，整片海域仿佛沸腾了，海水翻滚如锅中裂汤。紧接着，一场比2011年海啸还要大3倍的巨浪席卷而来。他说的非常具体，时间2025年7月，地点日本与菲律宾海沟一带，受影响国家日本、印尼、北马里亚纳群岛，以及更多尚未能被准确指出的国家。也就是说，这场梦不再是模糊的象征，而是一次带有明确时间、地理与烈度等级的梦境灾难预警。更关键的是，他说的内容和 MRPLY 几个月前在节目上说的一模一样。一样的位置，一样的时间段，一样的海底火山引发超级海啸，一样认为会改变很多国家的命运。当多个完全不相干的预言者在不同场合下指出相同的灾难剧本，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也许预言并不是迷信，而是另一个层面的提前感知。
在漫画的新增章节里，龙树亮写下了这样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未来的我告诉我，还没结束，真正的开始是从2025年开始，不是终结，而是真正的开始。这句话的分量，一瞬间把一场灾难梦境提升到了整个时代的转折预告。在我们聊到龙树亮对2025年7月大灾难的惊人预言之前，先来看看他早年漫画中那些已经应验的梦境。这些梦全部收录在他1999年出版的漫画书《未来我所见》中，是他从1980年到1995年间记下的真实梦境档案。第一个被验证的梦已经足够震撼。1976年11月24日，年仅16岁的龙树亮做了一个极为清晰的梦。他梦见一位摇滚歌手在舞台上突然倒下，身边灯光刺眼，观众尖叫，而那位歌手的脸他认得非常清楚，是皇后乐队的主唱弗莱迪·莫裘瑞。当时的他只是把这个梦记在了日记里，并没有太放在心上。毕竟那年弗莱迪还风华正茂，正在全球巡演。直到1991年11月24日，也就是整整15年后的同一天，弗莱迪突然病逝，享年45岁。龙树亮当时看到新闻，整个人镇住了。他翻出自己的梦境笔记本，确认了日期。那一刻，他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我的梦是在提前告诉我未来吗？从那以后，龙树亮不再忽略梦，他开始每天记录自己的梦境，尤其是那些画面极为清晰、逻辑完整的梦。久而久之，他发现一个奇怪的规律：他梦到的事，往往会在5的倍数时间后发生。比如梦后第5天、第15天、第5年，甚至第15年。于是他画下这些梦，配上文字，最终整理成书，命名为《未来我所见》。但正如我们前文所说，这本书直到2011年才被全国关注，因为它封面上写着的一句预言再次被应验了。时间回到1992年，龙树亮又做了一个极其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正走在一座宫殿的长长走廊中，走廊尽头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画，画中是一位金发女子抱着一个婴儿，而画像下方写着一个名字 Diana。 梦醒后，龙树亮把这位女子的模样画了下来，并在旁边写了句笔记： Diana 死亡。1997年，5年过去，全世界震惊地得知，戴安娜王妃在巴黎车祸中不幸去世。又是一个5的倍数年，又是一场应验。这也成为龙树亮梦境记录中最具象征性、最具全球影响力的预言之一。1995年1月初，龙树亮又梦见自己被一位老人带到某个地方，那里的地面裂开，房屋东倒西歪，空气中弥漫着震厚的烟尘与沉默。他下意识觉得这是神户。醒来后，他立刻把这个梦记录在日记中，因为他隐隐感觉这不是普通梦境。结果仅仅15天后，也就是1995年1月17日，日本发生了史称阪神大地震的神户地震，造成6434人死亡，超过30万人流离失所，是20世纪日本第2惨重的地震。这3次预言都有一个共同点：时间精准，15年、5年、15天。梦境细节完整、可视化，梦后都有笔记与图像作为记录，最终全部在5的倍数时间点兑现。这也正是为什么他1999年出版的那本漫画《未来我所见》后来被奉为东方诺扎丹马斯之书。如果说前几次梦境还可以归为巧合，那下面一则预言简直就是一记响亮的警钟。1999年，龙树亮在他的漫画《未来我所见》的封面上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文字：2011年3月将有一场大灾难发生。没有详细解释，没有上下文，就这样静静地写在封面上，几乎无人注意。然而时间一晃到了2011年3月11日，日本史上最强地震东日本大地震，震中位于海底，震级9.1，引发了毁灭性海啸，最高波高超过40米，时速高达700公里每小时的海浪瞬间扑向宫城县、仙台、岩手县、福岛县等沿海地区，波浪深入内陆超过10公里，超过19000人遇难，超过100个避难所被冲毁，
引发了福岛核电站熔毁事故，成为当代全球最严重的核危机之一。这一切几乎就是他封面上那句话的完全应验。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全日本才忽然想起12年前出版的那本冷门漫画早已警告过这一切。龙树亮的书瞬间脱销，他的梦境笔记重新被大众审视，许多人翻出旧版本的漫画，试图寻找更多线索，而他的名字从此和预言2个字紧紧绑定。而如今，他在再版漫画中又留下了另一个警告。2025年7月，一场更大的灾难正在靠近，下一个梦境会不会再次成真？在1999年出版的漫画《未来我所见》中，龙树亮写下了这样一段几乎被忽略的预言：25年后，一个未知病毒将在2020年袭来，高峰出现在4月，然后暂时消失，但10年后它会再次回来。你没听错，他在1999年就提到了2020年的病毒，而且连年份、爆发时间点、特征都惊人的吻合。回头来看现实世界，2020年新冠病毒爆发，引发全球大流行，几乎整个地球被按下暂停键。而他所说的4月达到高峰，恰好是许多国家经历第一波大规模爆发的时间段。意大利、西班牙、美国、英国、日本都在那个阶段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全面封锁或医疗崩溃边缘。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他还预言这个病毒10年后会回来，那就是2030年。至此，我们已经走过了龙树亮在书中5个已经兑现的梦境，他们是：弗莱迪莫裘瑞之死15年后应验，戴安娜王妃车祸5年后应验，神户大地震15天后应验，东日本海啸精确到年份和月份，新冠病毒大流行25年后精准预言。他的梦不仅提前知道会发生什么，还精确地标注了时间点，而时间往往是最难预言的部分。现在最令人不安的部分来了，他在再版漫画中补充了一个尚未发生的梦境。2025年7月，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将发生海底火山爆发，引发一场比2011年还要恐怖3倍的超级海啸。他称这将是真正的开始。在许多日本民众眼中，他的这句评论几乎像是末日倒计时的宣告。而实际上，龙树亮早在1999年出版漫画中就留下了另一条关于未来地震与海啸的笔记。2026年6月至9月之间，将有另一场地震与海啸袭来。换句话说，2025是序章，2026才是延续与扩大。这2段预言之间仿佛有种先声夺人的连锁逻辑，一种地壳与自然的联动式爆发感逐年加剧。龙树亮曾于1998年前往印度旅行，这次旅行成为他人生中的转折点。就在印度，他做了那个至今最神秘、最震撼的梦。他自己这样形容道：你知道，当你搅拌一锅浓汤的时候，表面会不停地冒出泡泡，对吧？我看到的就是那样一锅浓汤在翻滚，但那不是汤，那是日本附近的太平洋海面，整片洋面像浓汤一样咕嘟咕嘟冒泡。他感到十分困惑，那画面是什么意思？是海底爆炸、火山、地震？他当时还无法准确解读。更令人震惊的是，23年之后的2021年7月5日，龙树亮又梦到了完全相同的画面，同样的浓汤般的海面，同样的翻滚，同样的位置。这次他终于意识到，这场梦并非普通梦境，它是未来的某种预警，而且正在临近。几点值得注意的象征意义：浓汤咕嘟咕嘟这一画面极有可能指的是海底火山熔岩上涌前的预兆。梦境起始于印度，而印度在许多灵性传统中被视为觉醒之地。1998-2021-2025，梦境似乎正处于一个递进的节奏中，仿佛接近临界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切听起来几乎不像灾难预言那么单一，更像是一个女性预言者在不同的时间线中被未来的自己唤醒。也就是说，它不是预测，而是提前经历，而梦只是一种人类能承载未来片段的方式。据龙树亮回忆，
我仿佛在太空中俯瞰整个地球。日本与菲律宾之间的洋面突然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式喷发。梦中，他看到海水剧烈翻涌，翻滚如沸，巨浪迅速以喷发点为中心，向太平洋沿岸扩散而去，最终引发了横扫环太平洋火山带的超级海啸。两条龙的意象是梦境中的核心符号。他在梦中清晰地看到两条巨龙在海底或者云层上空交错盘旋，它们在日本与菲律宾之间出现，并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海洋的异变。地壳之下的能量如同龙之怒彻底释放，随即就是火山喷发与海啸。这些龙的形状，他还在梦醒之后绘制成了图像，并在新版漫画中一并公布。最关键的一点是，他在梦中清晰看见了时间标记，2025年7月。这让他确信，这不是普通的象征梦，而是一个即将来临的真实的灾难级预兆。龙树亮在梦中看到，海底火山的喷发不仅引发了超级海啸，更造成了地壳的剧烈隆起，一块全新的陆地从海底升起，它将香港、台湾、菲律宾连接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景象简直颠覆了我们对地理变动的直觉，不是岛国沉没、陆地破碎，而是大陆在联合，岛屿在连接，新大陆在成型。梦中形成的新陆地具体描述如下：从南中国海的海底隆起，连接香港、台湾与菲律宾3地，成为一个巨大的连片陆地，很可能覆盖原先的深海区域，仿佛一夜之间地形重塑。这一幕不禁让人联想到古老的亚特兰蒂斯再现或新大陆崛起。更令人感动的是，龙树亮在梦中并未看到人们陷入绝望、混乱或自我毁灭，反而出现了完全相反的场景。人们没有因灾难而沮丧，而是彼此帮助，携手重建，共同打造一个稳定、和平的新社会。而他用来描述那个新时代的词是：灵性之时代即将来临，从末日到重生，这是预言梦的真正底色。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合一，也是文化、精神、命运层面的融合与觉醒。那梦中的双龙又意味着什么？他看到2条龙从海中翻腾而起，盘旋在灾变的源头附近，这一细节充满象征意味。我的理解是，这可能并非字面意义的龙，而是指火山爆发后升腾的2股巨大烟尘云，在空中卷曲盘绕，如双龙翻腾，遮天蔽日。当然，这也可能代表地壳2处能量的剧烈交汇，亦或是东西文明精神力量的觉醒交融。在梦中，象征与现实往往交织在一起，这正是预言梦的神秘之处。火山灰与有毒气体，如2氧化硫，一旦大量喷发进入高空大气层，将形成遮天蔽日的灰幕，影响阳光照射，导致全球温度短期下降。类似1815年坦博拉火山爆发后的无夏之年，农作物减产甚至欠收，引发饥荒或通货膨胀。地球正在经历一次自我净化，在进入意识提升的上升周期前，它需要释放、重构、清洗。这与龙树亮所说的灵性时代不谋而合。他看见的是，灾难之后并非末日，而是觉醒与重生。目前流传于网络的说法是，龙树亮预言的海啸将精确发生在2025年7月5日，但这其实是一种以讹传讹的误读。实际情况是这样的，龙树亮本人并没有明确说7月5日是灾难发生日，他在梦中看到的是一个2025年7月的时间点，而他重梦到那个场景的时间是2021年7月5日。很多人可能是把他做梦的日期2021年7月5日错误地当成了未来灾难的发生日2025年7月5日。在他的梦中并没有出现具体日子的信息，只有月份7月与年份2025。不过有趣的是，他2021年重梦这场灾难的时间记载得非常具体，是在2021年7月5日清晨4点18分。他把这个时间写进了再版的《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漫画里。这个7月5日的传言听起来无害，但也许是因为我看了太多年好莱坞灾难片，我的心里总有种隐隐的不安。不过2025年的7月5日并没有发生地震和海啸，
日本、台湾、东南亚的无数人都松一口气，他们庆祝，上网调侃说：“你看，预言都是假的。”科学家站出来，义正辞严地说：“人类要相信科学，别再信这些伪预言了。”直到有一天，他们听到海水发出奇怪的轰鸣，看到远处的海面开始翻滚、冒烟、沸腾，然后，也许真有一条巨大的火龙从海底爬了出来。他满眼血丝，盯着岸上的人群，沙哑地开口：“你们这些人，怎么就从来不听劝呢？”这个场景或许只是幻想，但正如龙树良在漫画中所说的那句话：“真正的开始从2025年才开始。”听起来像恐吓，但也许只是提醒。不过眼下，很多游客确实对这2位预言家的说法产生了信了的情绪，于是不少人开始退订原定前往日本的行程，尤其是来自东亚的游客。据报道，中国和香港的旅行社都出现了大量取消潮。香港和中国大陆多个旅游平台表示，6月下旬和7月初赴日旅游的订单有近80%被取消。整体来看，整个地区前往日本的旅游预订量同比下滑了超过50%。日本本地的旅行社此刻大概已经欲哭无泪，而政府官员和科学家也一再出面呼吁大家不要相信这种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但游客们可不想赌这个运气，毕竟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还有2011年日本东日本大地震引发的海啸灾难，至今还历历在目。大家的记忆还在，恐惧感也在。说到底，面对海啸和活火山这种大自然的力量，谁都不敢掉以轻心。当然了，如果只把预言当作娱乐八卦来看，那这波海啸传闻确实听起来有点玄乎。但如果从地质科学的角度去看，事情就变得没那么轻松了。因为太平洋底下的火山怪兽真的在苏醒中。日本、菲律宾、印尼这几个国家都坐落在地球上最活跃的地震火山带——环太平洋火山带上。这里有全球2/3的活火山和休眠火山，总数大约在750到915座之间。数据告诉我们，全球9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条火山带上，海底火山的爆发更是频繁的惊人。根据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的说法，地球上80%的火山喷发其实发生在海底。而且，虽然我们已经对陆地上的火山有了相对充分的监测和命名，但海底的火山大多数仍是沉默的谜团，没有被完全定位，也没有安装足够的监测设备。换句话说，真正危险的并不是预言本身，而是我们对海底世界的无知。如果某一天深海里某座无名火山突然苏醒，引发海底地壳错动，那真的可能会带来我们无法预料的灾难级后果。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太平洋海底的地形非常复杂，像是一个巨大的地质迷宫，这里分布着大量的俯冲带和火山岛湖。什么是俯冲带？简单说，它就是2个地壳板块在海底相撞的地方。当2块巨大的地壳板块相遇，质量重的那一块就会被挤压到下面，像被塞进地球内部一样，这就是俯冲。俯冲之后会形成什么？就是那种深不见底的海沟，比如世界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就是这样形成的。而这些俯冲带正是地震频发和火山活跃的核心地带。在这种地质结构下，任何一场板块挤压、能量释放，都可能引发海底火山爆发，甚至大规模地震和海啸。海底火环是美国海洋与大气管理局 NOAA 重点监测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揭示了太平洋海底的一些关键火山带，比如马里亚纳火山湖、东北劳盆地、克马德克火山湖、探险者海岭。在这之中，马里亚纳火山湖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正好位于日本与印尼之间的海底区域，正是泰国通灵师 M.R. Pillai 和日本漫画家龙树良预言中可能发生海底火山爆发的区域。根据 NOAA 的研究，马里亚纳火山湖包括9个火山岛，超过60座海底火山，至少20座正在释放热液活动及活跃状态。想象一下，如果这片区域的火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喷发，
会发生什么。那种地动山摇、海水沸腾的景象，完全可能引发远超2011年的超级海啸。不仅如此，近期全球的火山活动也正在明显升温。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火山一座接一座的爆发。俄罗斯、日本、菲律宾、印尼，太平洋另一侧的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墨西哥也都火山频发。就连远在欧洲的地中海火山带也不甘示弱。圣托里尼、克里特岛、意大利的坎皮弗莱格瑞都出现了地震群与岩浆活动迹象。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更是爆发出10年来最强的火山喷发。而现在，科学家还在发出预警。阿拉斯加安克雷奇附近的斯帕尔火山正在酝酿爆发，美国俄勒冈州外海的海底火山轴海山也传来剧烈活动信号，很可能将成为下一座喷发的深海巨兽。所以说，如果日本或菲律宾附近的海底火山真的开始喷发，那也一点都不意外了。其实早在1999年，龙树良在他的漫画里就曾经预言，2026年还将发生另一场大灾难。他说，2026年6月到9月之间，一场地震加海啸将会袭击日本神奈川县，而这一次的罪魁祸首将是那场人们早已担心的南海海槽大地震。在接受 Japan Today 采访时，龙树良回忆说，在这场地震中，我同样被海啸卷走了。就像我画的那样，神奈川县大部分地区都被海水淹没了，包括横滨市神奈川区的金港町、青木桥附近一带。龙树良已经下定决心了。他说，自己打算在2026年6月之前就搬离神奈川县，绝不冒险。有人问他，有没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他非常认真地回答，如果真的发生大地震，就算你家祖祖辈辈住的地方从来没被海啸袭击过，也要立刻撤离，马上逃命。那他担心的南海海槽大地震到底是什么呢？它可不是普通的地震，而是发生在日本东南部南海海槽上的超级地震。在这里，菲律宾海板块正不断向下钻入欧亚板块，或称阿姆尔板块下面，这个过程叫做俯冲。但问题来了，两大板块之间的摩擦太大，时间久了，它们会卡住锁死，而一旦积累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会引发震级8级以上的巨型逆冲地震，这就是所谓的南海海槽型大地震。到时候，不仅是强烈的震动，还有极有可能紧随而来的毁灭性大海啸。BBC 曾这样报道过日本沿岸的这类强震。南海海槽是日本太平洋沿岸的一条活跃地震带，这里发生的地震过去已经导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死亡。比如在1707年，整条长达600公里的南海海槽发生断裂，引发了日本历史上第2强烈的大地震。更可怕的是，大地震之后，富士山也喷发了。这种类型的巨型逆冲地震，通常每隔100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而且往往是成对发生的。上一次就是在1944年和1946年，2次大地震，前后相隔不到2年。所以，很多地震学家担心，这对100年周期的大地震，下一次也许就近在眼前。龙树良的预言虽然充满神秘色彩，但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未必是空穴来风。根据日本官方地震调查委员会的数据，未来30年内，南海海槽发生8级以上大地震的概率高达70%到80%。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场灾难可能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损失，甚至造成数十万人的伤亡。从泰国的 MOR Play 到日本的龙树良，这2位临逝者用各自的方式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未来图景。他们的预言是天方夜谭，还是某种来自大地深处的提醒？我们无法断言，但我们知道，自然不会提前通知，而历史总是在被忽视之后才让人悔悟。或许，他们正是在人类与灵界之间扮演着一位时代的中介者。当前的地球正经历一次深层的进化仪式，一次为了迎接新时代的巨大转变。他们的预言也许不会全部应验，但他们的存在却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在科学与理性之外，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还有另一种看见的可能？
地球的火山在躁动，太平洋的板块在挤压，心灵的深处也正在翻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或许该做的不只是逃避或否认，而是聆听、思考、准备。毕竟，当龙真的从海底升起时，我们还能说，我毫无准备吗？